第51章五人聚会。如果说愚者是塔罗牌的开始，那世界就是结束，表示圆满和升华。克莱恩把自己的小号命名为世界，就是希望有个一头一尾的美好寓意。以后很多我不方便说的事情和提的要求，都能让世界代劳了，这会极大地降低愚者形象坍塌的可能。有马甲，不，有小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克莱恩心情舒畅的暗赞一声，挥手让世界消失。接着他蔓延灵性，包裹住自身，坠入灰雾，回到了现实世界。他将罗萨哥那枚全黑之眼留在了灰雾之上，反正他平时也没法使用这件物品，还得时刻担忧着被人发现或者丢失。收拾好召唤仪式的材料，克莱恩抬头望向透出绯红月华的窗帘，对明天的聚会充满期待。论起对贵族的了解，他相信正义小姐绝对能胜过99%的鲁恩人。而有了小号世界的他，可以直接向对方询问庞德家族的事情了，不必担心会影响到愚者的形象。当然，这也得委婉一点，毕竟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同样在寻找庞德家族的资料，而有了足够的信息，才能到灰雾之上占卜。呼，克莱恩认真思考了一阵，放松的倒头睡觉。在去过灰雾之上后，那恶灵气息残存的影响似乎彻底消失不见了。克莱恩一觉睡到了天亮，不过未看见太阳，因为外面弥漫着稀薄的雾气。他按照预定的计划，继续跑贝克兰德的其余公立图书馆，但不再询问管理员，不再提庞德家族，只是自行翻阅涉及贵族的那些资料。下午2点40分，克莱恩提前进入了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恢宏古老的宫殿里，他坐到属于愚者的位置，重在斑驳铜绿的长桌对面举现出假人世界，熟悉起操作感。过了好几分钟，克莱恩掏出怀表看了一眼，给象征太阳同学的深红星辰传递去了准备聚会的意念。等待的时候，他把玩起那只全黑之眼，给他装了一条银链，然后缠绕于右手手腕，用衣物袖口进行遮掩。下午3点，一道道光芒腾起于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内，正义、倒吊人和太阳分别投影出了染着微赤的模糊身影。下午好，愚者先生到下午。奥黛丽正要向塔罗会每一位成员打招呼，视线突然扫到了坐在最末端的那道身影，那是一个披戴兜帽黑袍的陌生人，他同样虚幻而朦胧。这位是……奥黛丽有些疑惑又有些欣喜的望向愚者先生，塔罗会再次发展壮大了吗？是福尔斯，还是不身高不符，或者别的什么人？奥黛丽思绪纷呈间，克莱恩悠闲后靠着道：这是新的成员，世界先生。与此同时，他通过灰雾加成的灵视，发现太阳同学的心灵体表层颜色更加纯粹了一点，但又没达到序列8的水平。初步判断对方应该是彻底消化了歌颂者魔药。你好，正义。奥黛丽礼貌的打了声招呼，好奇的审视起那位新晋成员。他很快就从朦胧灰雾里透出的些许细节读出了相应的信息。世界先生是位情绪内敛、很少肢体动作、一直板着脸孔的人。不知道他来自哪里，鲁恩、英蒂斯，或者像白银之城那么神秘的地方。奥黛丽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经过一次次聚会，他从太阳的口型对不上他的话语这个现象判断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方说的很可能不是鲁恩语，自己等人听到耳朵里的内容大概率来自愚者先生的转译。在倒吊人阿尔杰、太阳戴里克分别和世界打过招呼，而那位新晋成员相当冷淡的做出回应后，克莱恩望向正义道：你提议的2个人选还在考察中，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任务，你以你的名义委托给他们，这是考察的一部分，就应该这么严格。奥黛丽不仅不觉得失望，反倒认为理所当然。塔罗会的成员必须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不是谁都能成为。他骄傲的想到，旋即有些心虚的默默补了一句：而我能在最开始就被愚者先生拉入，说明我足够幸运，幸运也是特质之一。好的，请您颁布任务。奥黛丽做出了肯定的答复。克莱恩右手前伸，按到了桌子上，具现出一张描绘有兰尔乌斯长相和打扮的图画。打探画上之人的消息，他就在贝克兰德。克莱恩让那张肖像画闪现到了正义小姐的面前。奥黛丽凝眸望去，看见了一个黑发整齐后梳，露出饱满额头、戴圆框眼镜的年轻男子。这是一幅彩色的油画，那双噙着嘲讽意味的棕色眼眸异常突出，而下方还标注着曾用名兰尔乌斯等信息。一个简单的任务，这说明目标并不强。
不过，能让愚者先生知晓他的存在，他肯定也有特殊的地方。虽然是简单任务，但背后也许还藏着愚者先生更深层次的目的。他这种位格的大人物，应该不会只是考察。奥黛丽一时竟浮想联翩，过了几秒才道：“我会委托给他们的恩。那两位小姐在贝克兰德似乎有很多的关系网，这对寻找莱尔乌斯是极大的帮助。”确认好复仇之事的克莱恩恢复沉默，故意让小号做出表演。世界环顾一圈，嘶哑着嗓音道：“愚者先生告诉我，可以在这里颁布任务和搜集材料，是吗？”“是的。”正义奥黛丽优雅颔首道，“但你必须耐心等待。接下来属于愚者先生的阅读时光，我完成了刺杀英蒂斯大使贝克朗的任务，都没抢先提出，占据这段时间。”他微抬下巴的在心里想到：“正义小姐，你很有主人翁精神嘛，等下我得付出一定的知识，让刺杀贝克朗的任务真正收尾。”克莱恩好笑的收回目光，望向倒吊人。倒吊人阿尔杰威尔逊因为新来了一位成员，没盲目开口，保持着沉默，暗中进行观察。此时见愚者先生望来，他忙谦卑的行了一礼道：“这次还是6页，最后的一页下次给您可以。”克莱恩轻轻颔首道。倒吊人忙收束精神，回忆内容，急于表达出来的强烈意念。他很快书写好6页日记，看见他们豁然消失，出现在克莱恩的手中。克莱恩低头望去，扫过了第1页的内容。2月9日，我有了第3个孩子，我给他取名为伯诺瓦。我的长女贝尔纳代是幸运的，我和她的母亲当时都只是低序列的非凡者，她可以自由的选择她想走的道路。我的长子夏尔是最不幸的，他只遗传了很少的非凡特性，却不得不重复我的道路。也许他可以在序列4的时候做出改变，但高序列永远不是那么容易成就的。我的次子伯诺瓦是介于贝尔纳代和夏尔之间的，我给予了他相当于序列5非凡者的特性，这让我减轻了负担，能更快的消化魔药，加速晋升。而刚出生的他已经是能展现各种特异的新术师。查拉图暗中来恭贺我，称赞伯诺瓦是一个可爱的天使。我问这位占卜大师，伯诺瓦将来会有什么成就？他只是笑了笑，没回答我。我又问他夏尔的未来，他终于开口，告诉我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但这也许是好事。真是的，占卜家的话语永远都是这么含糊，让人想撬开他的嘴巴。我最后问了贝尔纳代的未来，他忽然变得很严肃。他说他将憎恨我，厌恶我，背弃我，他将成为神秘世界的一位大人物。有的时候真的不应该去问占卜的结果。我很难相信，我可爱的、善良的、爱护弟弟、崇拜爸爸、心疼妈妈的贝尔纳代会憎恨我、厌恶我、背弃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做了过分的事情，或许他有了我不满意的爱慕对象，被我弄死了那个臭小子。不，查拉图又不是先知，得到的占卜结果有可能是错误的。忘记这件事情吧，罗塞尔。我好像闻到了家庭狗血剧的味道。看完第1页日记的克莱恩忍不住腹诽了一句。与此同时，他脑海内自然浮现出查拉图对贝尔纳代未来的描述：神秘世界的一位大人物。这是指超凡者的世界吗？到底什么层次才能被称为大人物？克莱恩若有所思地将日记翻页。5月22日，索伦家族的弗洛朗竟然想让我做他的手下。我看起来像是会做跟班狗的人吗？他的态度简直让人无法接受。我发誓，将来一定要让他为今天的傲慢付出代价。不过，他提到的一些事情倒是很有意思，很值得琢磨。第52章，亵渎之牌。弗洛朗说，索伦家族的历史超过2000年，比工匠之神教会还要漫长。他们见证了第4纪所有的合作与纷争，光明与黑暗，并一直存续到了现在。除了鲁恩的奥古斯都家族、福萨克的艾因霍恩家族、费内波特的卡斯蒂亚家族，其余与他们并称过的那些强大家族，比如安提戈努斯家族和查拉图家族，要么已经变成了历史的尘埃，要么成为了下水道里的老鼠，躲躲藏藏，见不得光。他说让我做他的手下，做古老而荣耀的索伦家族的手下，是对我的恩赐。我当时就想操他8辈子的祖宗。不过索伦家族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事情很让人意外啊。第4纪又称众神纪元，不管是当前正统的7位神灵，还是死神、原初魔女、宇宙暗面、真实造物主，都还活跃于现实世界，据说时常展现着神迹。索伦家族能存续至今并占据高位，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漫长的历史赋予他们的绝不仅仅只有傲慢，他们肯定藏着不少秘密，
也许还有极端恐怖的封印物，这真是一个耸立于大地之上，让人不敢直视的庞然大物啊！看到这里，克莱恩一下有了诸多想法。罗塞尔最后能推翻索伦家族的统治，自任执政官和保护者，必然经历了惨烈可怕、惊心动魄的斗争。索伦家族就算没有0级的封印物，1级也肯定不会缺，再加上可能存在的高序列强者，即使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全力支撑罗塞尔，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难道在此之前，索伦家族已经衰败和虚弱？英蒂斯的动乱正是这种状态的外在表现。那段时间，他们经历了什么？封印物丢失了，高序列强者死亡了，于是引来了一位野心家的注视。从这则日记看，鲁恩的奥古斯都家族对安提戈努斯和查拉图不会感觉陌生，他们内部应该有相应的记载。太阳提到过，白银城在深暗时代坚持了2500多年。根据我初步的判断，这正是大灾变距今的年数。索伦家族在近200年前就号称历史超过2000年，不知道是否能延续至大灾变以前。等下找机会故意提一提索伦家族，看太阳的反应。如果太阳还是一脸懵逼，就间接说明索伦家族崛起于大灾变之后，或许他们正是从大灾变里攫取到了极大的好处，才能成为第4纪的贵族，第5纪的王族。就算太阳不知道，也不能完全证明，也许他历史没学好。克莱恩翻到第3页，发现上面记载的内容应该写于罗塞尔担任英蒂斯共和国执政官的初期。从这一页上的几则日记可以看出，罗塞尔制定并颁布新的民法典，鼓励发明、保护贸易、孵化工业革命，并不只是满足自身扮演拿破仑的恶趣味和改变世界的野心，他在通过这种方式与永恒烈阳教会和解。永恒烈阳同时也是契约之神，商业的守护者，更完善、更贴近时代的民法典和更加繁荣的贸易正符合他教会的需求。从这部分日记看，罗塞尔与永恒烈阳教会的关系在逐渐化动，开始好转。他在10几年后悍然称帝，自号凯撒，应该是同时得到了2大教会的背书，否则就太冒险了。那么他究竟又是因为什么被刺杀的？克莱恩略感疑惑地将目光投向了第4页纸张。8月11日，弗洛朗这个傻逼又在炫耀了。他说他是索伦家族这一代最有希望成就高序列的人，因为他与他的曾曾祖父很像，这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都看不出这家伙哪里有天赋，而且在非凡领域，天赋很重要吗？擅长领悟扮演的精髓算是很核心的天赋，但这并不是必须，只要懂得扮演法，不蠢到领悟错意思，不去做容易失控的事情，就有希望彻底消化魔药，也就是多花费点时间而已。有生之年成为高序列强者不是没可能，通往高序列的障碍主要在于非凡材料获得的难度和对应仪式的麻烦。当然，必须承认，那种天生的非凡者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弗洛朗的曾曾祖父是位高序列强者，像他就意味着有天赋。看得出来，写这则日记的时候，罗塞尔还很青涩，并不懂得非凡特性不灭和守恒2大定律。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以他现在的见识，大概能明白弗洛朗索伦话语里潜藏的意思。高序列强者遗留的非凡特性有他本身的精神烙印存在，这也就是以此为材料调配的魔药容易让人失控的原因之一。而很像原主的人，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掉这种负面影响，晋升成功的概率比一般人高不少，于是被称为有天赋。圣物认主应该也属于类似的情况，这和扮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只是没法普及。等到晋升成功，同样还得按照魔药名称扮演，将特性彻底消化。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瞄向这一页后面的2则日记，发现罗塞尔大帝非常喜欢英蒂斯开放的风俗，但又很忧虑未来的妻子同样开放。轻微的哗啦声里，克莱恩把第5页纸张置于了最上方。4月20日，我再一次参加了那个古老组织的隐秘聚会，那一位位成员依然让我震撼，很难相信他们竟然都是这个组织的人。这一次我知道了这个古老组织的部分理念，他们认为人总是在一点点失去自我，直到睡着，因此必须努力的观察自己，记得自己依靠这个和各种知识获得进化，以应对最终的末日。他们保守和传承着几千上万年来的秘密，认为黄昏必然来临，末日无法避免。他们信仰最初的那位造物主，认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死亡，等到黄昏，等到一切的终结出现，他将从沉眠里醒来，让所有都归于自身，并开创新的世界。
新的历史这个组织的所有行为都是基于以上理念而来，可以看出，他们很敌视真实造物主，毫不吝啬的用各种表现堕落和邪恶的词语描述他。他们掌握着第二块亵渎石板，掌握着22条神之途径，但却规定成员只能选择其中几条。加入时已经是非凡者的除外，这几条途径有什么秘密吗？我先记录下来，以后再回头分析。这几条途径是歌颂者、水手、阅读者和观众。哈哈，我以后得改变对序列途径的习惯称呼。这种叫法在那个古老组织内部显得很露，这和我从敌对关系 A 先生要求里分析出来的歌颂者、水手、阅读者和密契人途径可以在序列4互换很接近啊。操纵者是观众途径的高序列。为什么很多隐秘组织都宣称末日必将来临？比如魔女教派，比如这个古老组织，而他们本身又不靠这个传教，是洗脑的需要，还是真的会有所谓的黄昏？克莱恩联想到了很多，却碍于资料不足，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与此同时，他还是忍不住腹诽了一句：罗塞尔，你就不能把那个组织的名字给写出来吗？克制住表情变化和肢体动作，克莱恩翻过这内容较少的纸张，看向最后一页。1月1日，这是新一年的开始，我正好完成了我第一张亵渎之牌的制作。我会将22条神之途径蕴藏的终极秘密藏在这些不同的亵渎之牌内，并把它们分散到各个地方。如果事情失败，这将是我孩子们最大的依仗，哈哈！我会把你们想要的秩序统统破坏掉，把神的奥秘传播出去。这些亵渎之牌将拥有反占卜、反预言的特性，除了留给我孩子们的部分，有缘者得知。我这个人向来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句话不是我创造的。总之，神秘世界的格局越混乱越好。我得考虑下怎么为即将成套的亵渎之牌命名。神之途径有22条，塔罗牌的主牌也有22张，正好可以对应。不过，部分名称并不满足要求，我必须做一定改变，以符合原本的模样名称。那个古老的组织是我最后也是最大的依仗，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支持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支持我。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看见亵渎石板时的震撼，原来非凡途径真的是神之途径，原来亵渎石板真的在亵渎神灵。在每条途径的序列1之上还有一个序列0，还有相应的魔药配方和仪式。每条途径只能有一个序列0，而序列0就是真神所在的序列。比如序列0太阳第53章世界的委托，序列0，序列1之上还有个序列0，序列0等于真神。每条途径只能有一个序列0，这就是神之途径的真实含义。只要服侍对应魔药，举行好仪式，并掌握了扮演法去消化非凡特性，普通人也能一步一步地成神。这还真是亵渎啊！会不会到了最后，魔药的主材料就是永恒烈阳的神性、神血和身躯？最后一页的那则日记信息量太大，震得克莱恩差点无法思考，险些有额外的肢体动作。22条神之途径对应着22个序列0，序列0太阳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也许还有个序列0死神，不知道女神与风暴之主对应的序列0名称又是什么？按照罗塞尔大帝的描述，这有部分和塔罗牌的主牌相同，但有一部分又不一样。他制作的亵渎之牌以魔药名称为准，这已经不能叫魔药了吧？大帝后悔没选占卜家、学徒、偷盗者途径，是因为他们对应的序列0还没有产生。那象征意义上的神灵隐秘贤者突然人格化又是因为什么？罗塞尔最后在谋划什么大事？给人一种举世皆敌的感觉，似乎只能依靠那个神秘而古老的组织。原初魔女就是魔女途径的序列0称号。克莱恩逐渐找回了思绪，约束住了心里的狂风与巨浪。他知道自己不能沉浸于这件事情，必须尽快恢复正常，否则正义和倒吊人等成员将发现问题。感觉到古怪，愚者先生看那一页日记看得太久了，真想得到一张罗塞尔大帝制作的亵渎之牌，看看里面除了蕴藏成神的魔药配方、相应仪式还有什么。克莱恩压制住了惊骇、疑惑等情绪，让罗塞尔的日记消失于掌中。他敲了青铜长桌边缘一下，望向侧方道：正义小姐，你做得很好，不到1周就解决了贝克朗。按照约定，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报酬？贝克朗死了，这么快？倒吊人阿尔杰最近几天远离岛屿，还没收到相应的情报，一时竟颇为惊讶，这让暗中观察的正义奥黛丽一阵舒畅。
就算阿尔杰在罗斯德群岛的首府慷慨之城拜亚姆，也未必能及时知道，因为有线电报可以传递的消息有限，不是特别紧急、特别重要的内容，总是会延迟几天才拍发。某些时候，罗斯德群岛的殖民者们甚至要1-2个月才可以获知北大陆的最新状况。收敛住种种想法，倒吊人望向浓郁灰雾里的愚者先生，恭敬里隐含谦卑的说道：“很抱歉，我才联络好人手，没能帮上忙，这是委托，不是帮忙，不用在意。”克莱恩轻笑一声，将目光再次投向正义小姐，等待着她说出想要的报酬。愿女神庇佑，正义小姐的要求不会太棘手，最好能用知识来偿还。我从罗塞尔的日记里知道了很多了不得的事情。克莱恩默默向女神祈求了一句。当然，他很清楚，有灰雾的隔绝，黑夜女神肯定听不到他的祈祷。奥黛丽转了下眼珠，斟酌了几秒。做人要诚实，不能贪心。奥黛丽，你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勾勒浅笑道：“不，应该是我还欠您，不，欠您的卷者报酬。飓风中将麒麟格斯的悬赏总共是3万金镑，我该分给您的卷者15000镑，其中刺杀贝克朗花费了1万镑。我还需要额外支付5000镑，不过因为贝克朗的事情，我最近的财政状况不是太好，这笔报酬需要等待几个月。愚者先生，可以吗？”说完之后，奥黛丽悄悄吐了口气，觉得心里压着的一块小石头终于没有了。虽然在愚者先生面前讨论金钱、计算报酬是不太适合的行为，但我不能隐瞒掉他卷者的收获。奥黛丽无声叹息了一句，至于那价值超过8000镑的大众职员，因为来自于尼根公爵对他提醒的感激，属于私人谢礼，不算悬赏。5000镑，我还能拿5000镑？麒麟格斯的总悬赏竟然有3万镑。克莱恩听得怔了一下，旋即他陷入了激烈的心理斗争。按照常理来说，我该把报酬给阿兹克先生，但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联络他。把钱单纯放着，属于浪费的行为，还不如用这笔钱尽量提升自己，到时候以提供帮助抵消。克莱恩于3秒之后做出了决定，对着正义小姐轻轻颔首道。可以听到愚者先生的回答，奥黛丽优雅的坐姿未变，心里却彻底放松了下来。这时，靠着椅背的克莱恩不再多言，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暗中操纵起小号。世界轻咳一声道：“我现在可以说话了吗？”正义奥黛丽望了眼愚者先生，见他没有表示，遂微微颔首道：“可以。”与此同时，他又一次读取信息，对新晋成员世界先生做出判断。刚才提到贝克朗大使被刺杀之事源于我接受的委托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和意外。他要么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明白一位大使的分量，要么非常沉得住气，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和肢体动作。他的口型和他说的话语无法匹配，应该也是经过了愚者先生的转译，这让我无法获得他原本的口癖信息，也难以知晓他日常使用的是哪门语言。一个个想法闪烁于奥黛丽的脑海，伴随着世界先生嘶哑的嗓音：“我希望得到迷雾树人的真实根茎，至少60毫升的相应汁液，以及精灵之泉的髓质结晶。斜纹黑豹的全部脊髓液，你们谁能提供，或者有相应的线索？你们希望我用什么事物来交换？”克莱恩将药师需要的非凡材料加入了自己的委托，免得被塔罗会的成员们猜出配方的主体。在正义和倒吊人反应过来前，一直沉默的太阳开口道：“我知道哪里有迷雾树人，也可以帮你获取材料，不过必须等我完成晋升，有了足够的实力，并加入到相应的巡逻小队。”他最近一直在积攒功勋和报酬，为从白银城官方从私人交易市场换取到奇光人的主要材料而努力，目前缺口还比较大。不愧是怪物众多、环境险恶的白银之城。克莱恩暗赞一声，让世界问道：“那你希望获得什么？”太阳戴里克毫不犹豫就回答道：“一件适合我、能提升我战斗能力的武器。”他没提出奇光人对应的材料，是因为白银城都有，通过本身的努力可以获得。而听到这样的要求，克莱恩瞬间就想到了智慧之眼老先生组织的那个非凡者聚会里出现过的符文钢剑，它足够锋利，并有驱邪和净化的效果，还能使用3年，价值500镑，完美符合了太阳的描述。怎么不早说？已经被人买走了。克莱恩沉默地注视着几位成员，而世界则点了下头道：“我会尽快寻找到符合你要求的武器。这个交易由愚者先生见证。”克莱恩微微颔首，以示同意。这时，
正义奥黛丽望了眼太阳，提醒了一句，除了迷雾树人的枝叶，世界先生要求的材料都是序列期对应的非凡，大概的价值在500到700磅之间。他这是觉得太阳单纯，担心他被深沉的世界先生用价值不高的武器给骗了。虽然愚者先生是公正的，提倡等价交换的，但如果双方都同意，他也不好阻止。毕竟有些物品属于价值不高但有人急需的类型，溢价很正常。奥黛丽暗自想到，序列期的配方在800磅左右。倒吊人阿尔杰跟着补充道，他对新进的成员有着本能的排斥。克莱恩非常吃力的翻译着，因为他不知道磅这个货币单位对应着白银城的什么东西，只能以序列9的魔药配方来类比。我知道了，太阳戴里克微微点头道，接着小声的补了一句，谢谢。世界保持着阴沉的风格，对刚才的事情没发表意见，他转而望向正义和倒吊人，等待他们的回答。奥黛丽思考了几秒道，心理医生的魔药配方，相应的非凡材料，这是观众途径的序列期，你可以先搜集资料，不用急着购买，等我有了邪纹黑豹、精灵之泉、髓质结晶的线索再行动。如果你愿意以此换取金棒，随时都可以买下，虽然我最近没有钱，但真要急着使用，还是能筹出来不少的。奥黛丽在心里安慰着自己。倒吊人阿尔杰沉吟道，水手途径序列6风卷者的魔药配方，这比你需要的非凡材料加起来都贵，如果你能找到，可以预先想好额外的补偿是什么，我不保证一定能帮你搜集到那些材料，哪怕之一，你也不需要提前为此耗费什么。咦，倒吊人先生和风暴之主的教诲应该有很密切的关系才对，他正常就能拿到风卷者的配方吧？他这是想隐瞒自身快消化掉航海家魔药的事实。克莱恩听得怔了一下。好的，世界低沉回答，转而说道，我还有一个委托。第54章，一唱一和。世界环顾一圈道，我希望得到鲁恩王国所有破落贵族的资料，包括他们目前的住址，越详细越好。他没直接提庞德从男爵，是因为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正接手一起涉及庞德家族的地下建筑调查案。克莱恩可不希望正义据此弄清楚世界的身份，不能忽视每一个细节。他又对自己强调了一遍。正义奥黛丽听得怔了一下，再次审视起青铜长桌末端的那位成员，试探着问道，你想做什么？世界嘶哑着笑道，你不需要担心，我只是在寻找一些东西，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这一点我可以发誓。由愚者先生见证，世界先生真的很能克制自身的肢体语言，他的职业是观众和读心者的克星。奥黛丽若有所思的颔首道，破落贵族的资料我知道一些，但不够详细，不够具体，不够全面，我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善，大概得3-4天，可以吗？作为贵族，对同层次的人士有所了解是必修课，而参加各种舞会、宴会、沙龙时，奥黛丽总是能听到有趣的故事，不过这都呈现碎片化的状态，难以形成整体。毕竟他不是研究这方面内容的专家，还需要翻书、打听和查资料来填充细节，且不遗漏任何一位破落的贵族。没有问题，世界低沉笑道，那你希望得到什么报酬？我目前能立刻支付的有第4季的一些隐秘历史，关于某些非凡途径的知识，以及几份配方。不过坦白的讲，我并不认为那些破落贵族的事情能与序列8、序列7的魔药配方等价。如果你提出别的要求，我会试着去完成与序列8、序列7的魔药配方不等价，也就是说，我不能提出心理医生相应的要求。正义奥黛丽认真思考起来，这个过程里，他悄悄看了古老长桌最上手的愚者先生一眼，希望能得到一点暗示。结果他发现愚者先生笼罩着灰雾，什么反应都没有，就像神灵在注视大地。好吧，奥黛丽终于做出决定，浅笑道，我想听关于某些非凡途径的知识，但前提是我并不知道他们。尊敬的愚者先生，您可以做评判吗？可以，克莱恩平淡的回答道。那我们单独交流。奥黛丽望向了世界。这时克莱恩轻敲了下桌子，隔绝了太阳和倒吊人的视线和听觉。他故意对小号点了点头，示意现在已经是单独交流的状态。世界看着正义小姐，用一贯的嘶哑嗓音道，你对魔女教派有什么了解？奥黛丽回忆着上次花费1000磅从倒吊人阿尔杰那里买来的资料，有所戒备的简短回答，我知道他们信奉什么，起源于哪个年代，掌握着什么非凡途径，以及高层有什么倾向。世界沙哑笑道，我明白了，你了解的并不多。魔女教派掌握着刺客途径，序列8是教唆者，
这我清楚。奥黛丽半是提醒半是期待的说道。世界抬起手摸了摸下巴道，那你知道对应的序列期是什么吗？奥黛丽幅度很小的摇了摇脑袋，我很乐意听你讲述刺客途径的序列期，叫做女巫。世界简介说道。女巫，奥黛丽被这个单词吓了一跳，脑海内自然有了相应的联想。如果男性服食了这份魔药，那该怎么扮演？穿漂亮的裙子，化精致的妆容，一举一动都模仿女士。她有些恶心又莫名觉得有趣的在心里低语道：不，正义小姐，当男性服食了这份魔药，他就不能被称为男性了，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女士。克莱恩忍着啧啧的冲动，操纵着世界回答。雨神啊，女巫魔药能改变人的性别。奥黛丽脱口而出。这真是让人想象不到啊！愚者先生没做否定，说明是真的。这简直是奇迹，这就是神秘和超凡的世界，这就是充满各种不可思议事情的世界，这就是我向往的世界。我为什么会有点兴奋？稍微平静了一些后，奥黛丽快速而心虚的望了愚者先生一眼，为自己竟然在他面前诵念黑夜女神的名号而小小忏悔。世界低哑道：是的，但只能让男性变成女性，女性会相应的提高本身的魅力，无论长相容貌还是皮肤状态，都会在原本的基础上显著的变得更好。这就是魔女教派的高层都是女性的原因，那她有什么缺点？奥黛丽忽然心动。世界语速不快不慢的回答道：扮演的要求是成为带来灾祸、疾病和痛苦的邪恶者。奥黛丽小小的吐了口气，略感失望。她思绪转得很快，立刻又有了新的疑惑。如果有动物服食了女巫魔药而未死亡或失控，那它的魅力提高是指变成人类，还是增加本身种族的吸引力？比如一只让所有公猫、所有爱猫之人都疯狂喜欢的母猫。世界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过了几秒才道：我没有研究过这种事情。不等奥黛丽再问，他补充道：女巫对应的序列6是欢愉，又称欢愉魔女，扮演的要求是给男性和女性带去欢愉，主要是那方面的，并以此控制或者说影响他们。这个序列的魔女很擅长使用奇特的蛛丝。奥黛丽张了下好看的嘴巴，旋即又默默的紧紧的合拢，对自己刚才的向往深感后悔。知道了这些知识，将来你就能有效分辨魔女。呵呵，你对这份报酬还满意吗？世界开口问道。奥黛丽轻轻颔首道：这对我很有帮助。交易达成，我会尽快帮你搜集破落贵族的资料，下次聚会的时候给你。世界沉吟了下道：能尽快吗？那我搜集完成就奉献给愚者先生，请他赐予给你。愚者先生，可以吗？奥黛丽侧头问道。浓郁灰雾里的克莱恩点了下头，表示同意。与此同时，他很忙碌的操纵世界，低语道：这是从人称代词的不同品出了问题。察觉到世界的诧异，奥黛丽嘴角微翘，眼眸上转，故意没去做解释。克莱恩则敲了下青铜长桌，表示单独交流结束。接着他再次操纵世界道：我还有一个问题。新人果然积攒了很多需求。奥黛丽并不意外的望了过去，倒吊人阿尔杰和太阳戴里克也分别有了表示倾听的肢体语言。世界沉哑道：我想知道英蒂斯的索伦家族是否还有高序列强者。世界说话的同时，克莱恩用眼角余光扫过了太阳，发现这位少年并没有额外的反应。看来白银城大概率没索伦家族的记载，这个家族多半崛起于大灾变之后。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环顾一圈，发现正义和倒吊人彼此对视了一眼，明显不知道答案，而太阳毫无疑问的又茫然又沉默。于是他再次轻敲桌子道：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能支付什么报酬？话音未落，克莱恩又连忙操纵起世界开口：一份配方，一份序列期的配方，可以成交。克莱恩制造出单独交流的环境，和自己的小号默默对视了几秒。被屏蔽的正义奥黛丽和倒吊人阿尔杰再次感受到了愚者先生的深不可测，他们都对答案有些好奇，但又觉得这于自身没什么用，不值得用序列期魔药配方等价的事物去交换。单独交流结束之后，克莱恩故意让世界行了一礼，嘶哑着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感谢您的解答，这对我很有帮助，这是等价的交换，不需要感谢。克莱恩忍着突然泛起的鸡皮疙瘩，语气淡漠的回答道。之后的自由交流维持了不到10分钟，他宣布这次塔罗会到此结束，随即切断了与那一颗颗深红星辰的联系。
等到正义倒吊人和太阳的身影化作流光消散，克莱恩望向对面的世界，轻笑了一声道：“有了小号，很多事情确实方便了不少，只不过全黑之眼没法在灰雾之外使用。可惜了。”说话的同时，他操纵世界起身行了一礼，然后让他消融于了巍峨宏伟的宫殿内。因为之前要分心操纵小号，克莱恩灵性的消耗很大，他没有继续停留于这片空间，取下全黑之眼，将它放置青铜长桌表面后，立即返回了现实世界。此时，紧闭的窗帘外有着贝克兰德秋冬季少见的阳光。克莱恩没去欣赏，倒头睡了半个小时，恢复了部分精力。睡醒之后，因为有正义小姐的承诺，加上事情也不紧迫，他没打算再去图书馆查找资料，决定抢在天黑前去贝克兰德郊外的众多墓园之一。克莱恩这是要去试验阿兹克铜哨的影响，弄清楚范围和限制。当然，实验会在天黑以后才进行。之所以现在就去，是因为傍晚再雇马车去墓园会显得很古怪，非常引人瞩目。第55章，墓园和医院。乘坐蒸汽地铁抵达塔索克河南岸后，克莱恩雇佣出租马车，前往南区郊外的奥斯顿墓园。那里属于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管理。傍晚的昏暗中，墓园四周的树木张牙舞爪，遮蔽光芒，仿佛黑夜里潜藏的一只怪物。车夫收下克莱恩支付的4苏勒费用后，望了墓园一眼，嘟囔着问道：“需要在这里等你吗？”“不需要，我是来拜访一位朋友的。”克莱恩随口掰了个理由。旋即发现车夫的脸色陡然改变。这里是墓园，来拜访一位朋友。天已经黑了，车夫听到了自己心脏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克莱恩这才回过神来，笑着补了一句：“他是这里的守墓人。”车夫顿时松了口气，但却不敢再停留，忙驱赶马匹，快速离去。克莱恩则绕着墓园转了大半圈，直到夜色真正降临。天黑以后，烟尘的排放量减少了许多，再加上凛冽的寒风，半空的雾气稀薄了不少。虽然还是看不到几颗星星，但绯红的月亮却隐约透了出来，将轻纱般的光辉覆盖于地面。克莱恩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下，画出绯红之月，然后戴上手套，一按一撑就翻过铁栅栏，进入了墓园。他高度戒备的环顾一圈，随意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将阿兹克铜哨掏出，握在掌中。在他面前不远处有一块墓碑，上面的照片已经肮脏，墓志铭在月色下也显得非常模糊。克莱恩仔细辨认了几秒，才弄清楚书写的究竟是什么。路过的朋友，请拉我一把，谢谢。很幽默的绅士，就你了。克莱恩停住脚步，背靠附近为墓穴遮挡阳光和雨水的树木，在阴冷森寒的夜里耐心的等待起来。他抛高阿兹克铜哨，又稳稳接住，再次抛高，再次接住，就这么打发着时光，直到20分钟以后，没有事变的迹象。克莱恩啪嗒合拢怀表，审视四周，确认了结果。过2天再来这里看看有没有额外的变化，如果确实没有，就说明阿兹克先生的铜哨无法影响接受了牧师神父们安魂仪式的尸体。克莱恩无声自语了一句，将那枚古老而精致的铜哨揣回了衣兜。在鲁恩王国，下葬一般分成3种，第一种是有棺材有尸体，适合生活较为宽裕的中上阶层；第二种没有尸体，直接火化，装入骨灰盒下葬，这是能支付火葬费用但觉得棺材太浪费的下层中产阶级和技术工人的选择。但有的时候存在宗教和政府因素的影响，比如永恒烈阳的信徒，火葬居多；比如接受政府帮助的平民，全部火葬，只收取少量费用。第3种只属于平民们，既买不起棺材，又不想火化，就随便裹点什么下葬。而克莱恩刚才从墓碑、墓穴的形制已经判断出自己实验的对象是有棺材有尸体的那种。如果阿兹克铜哨真能让对方尸变，即使目标可能早腐烂成白骨，也不会毫无反应。就算掀不开压着厚土和石板的棺材盖，至少可以制造咚咚咚的沉闷声音。迈开脚步走向围栏，克莱恩忽然想到了刚才实验里一个不严谨的地方。得分类，这是埋葬很久的尸体，还得找一个刚下葬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做最准确的判断。之后，克莱恩和守墓人捉着迷藏，找到了一个白天才完成下葬仪式的坟墓。这一次他等待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基本可以判断阿兹克先生的铜哨无法影响接受过安魂仪式的尸体。这有点弱啊。不对，这铜哨本身就不是拿来制造尸变的，
它的作用是召唤信使，影响尸体属于负面效应。克莱恩紧了紧双排扣长礼服，向着铁栅栏走去。他打算回家换身衣服，进行第二组实验。第二组的目标是没接受过安魂仪式的、死亡没多久的尸体。这样的目标往往存在于医院的停尸房。翻出围栏，克莱恩在凄清深沉的夜色里一步一步向着南区返回，周围死寂而安宁，只有那常绿的树木覆盖着粉尘，轻轻摇曳。这让他想起了自己死而复生的那晚，当时同样是从墓园走向城区。唉，克莱恩叹了口气，突然开始跑动，似乎想把那种惆怅远远甩开。大半个小时后，他在南区雇佣到了出租马车，目的地是最近的蒸汽地铁站点。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蒸汽地铁才会停运，这能让他节约不少钱。凌晨时分，克莱恩换了身灰蓝色的工人制服，戴着顶鸭舌帽，舍近求远的来到贝克兰德桥区域的圣艾斯汀医院。这是属于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慈善医院，不少底层的平民因病死在这里，家中又无处安放尸体，只好被寄存于医院的停尸房内，等待政府火化或者捐赠给医学院。这种现象在夏天尤为普遍，凉快下来后的秋冬季却不多。不过，在没冷气、没低温装置的时代，医院的停尸房也不会让尸体放太久，愿意捐赠的赶紧进行防腐处理，要下葬的隔天就会清理一批。当然，这是夏天的规矩，秋冬季相对会宽松不少，所以这段时间里，停尸房内每晚还是有不少尸体过夜的。圣艾斯汀医院的停尸房在地下1层，即使夏天，这里也相当凉爽，秋冬季更是阴冷刺骨。克莱恩根据在职业者小队学到的知识，依仗小丑的灵活和平衡，熟忍的潜入，避开值班的医生和护士，进入了地下1层。还未靠近停尸房，他就感觉附近冷飕飕、阴森森的。快速闪过看门人的房间，克莱恩拿出根铁丝，轻巧地打开了停尸房的门锁。这就是潜入和跟踪的技巧之一。他用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掌缓慢而无声地推开了停尸房的大门。与此同时，他蔓延出灵性，包裹住阿兹克铜哨，想确认这种方式是否能消除负面影响。停尸房内的温度似乎比走廊还要低，这里的死者大部分都装在尸袋里，放置于4周不同的铁柜中，只有少量摆在中央空地的长条桌上，仿佛在等待检查。身为序列8的小丑，克莱恩对这种场景已没多少畏惧，只是本能的感觉不适。他保持着谨慎，小心关上大门，绕着那几张长条桌转了一圈又一圈。过了10几分钟，克莱恩喝出寒气，确认尸体卫生一遍，差不多了。他掏出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做好准备后，克莱恩收回灵性，不再用它包裹阿兹克铜哨。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他莫名就觉得周围变得更加沉寂了。作为占卜家，他充分相信直觉，停止来回的走动，向后退到了大门附近。时间1分1秒过去，克莱恩认为大概有2分钟了。就在这时，长条桌上的一具尸体突然坐了起来，砰砰砰，周围那一个个铁柜里随即传出密集的拍击声，似乎有什么东西将要孵化。砰砰砰，克莱恩听着这样的动静，看着坐起的一具具尸体，忽地低沉开口：绯红。紧接着，他将灵性灌注入安魂符咒，扔了出去。冰蓝色的火焰静静燃烧，安宁柔和的黑色弥漫开来，那一具具尸体重新躺了下去，铁柜里传出的拍击声戛然而止。经历过类似场景的克莱恩并没有松懈，再次使用了一枚安魂符咒。由于这里尸体众多，他保险起见，又用了第3枚，用光了身上的存货。不错，果然是只影响没接受过安魂仪式的、刚死没多久的尸体，活尸也包括在内。用灵性覆盖则可以屏蔽这种效果。克莱恩脸露微笑的想着，他见尸体再没有异常反应，准备拉门离开。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传来，看见微弱的光芒渗透入内。看门的老者被停尸房内的拍击声吸引，提着马灯靠拢过来。克莱恩环顾一圈，手按大门，灵活的跳跃攀爬，停留于了门与天花板的间隔位置，手指抠着凸起和缝隙，他保持住了非常好的平衡。吱呀！看门老者用钥匙打开大门，进入了停尸房。他往前走了几步，举高马灯，审视起铁柜和长条桌，审视起那一具具尸体。而他的背后，
克莱恩轻巧跃下，落地无声。抓住机会，克莱恩快速逃出停尸房，先借助看门人的小房间躲避了几秒，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返回上层。看门老者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常，他有点害怕尸体的嘟囔了一句，飞快离开，锁住大门，不再逗留。回到看守室，他裹上薄被，用了好几分钟才平复下急促的心跳，低声自嘲了2句。那帮老家伙总是给我说停尸房发生过的异常，想吓唬我，刚才那奇怪的声音应该也算。也没怎么样嘛，那些尸体也没活过来嘛。呸，哪有活尸和怨魂这些东西。与此同时，克莱恩正舒畅地走在安静深沉的街道上，为解决掉一个隐患而开心。他望了望两侧典雅的煤气路灯，分外期待起之后的非凡者聚会。只要能得到一件有特殊效果的武器，他就可以获得魔术师的主材料之一。我虽然目前没什么钱，但还是有不少可以用来交换的资产，比如读心者魔药的配方，比如歌颂者、奇光人的配方。而我小丑魔药的消化进度，因为连续的事件和领悟了精髓的扮演，比预计的快很多，接近完成了。夜色里的贝克兰德街道上，克莱恩漫无边际地发散着思绪，